公元937年，英格兰的布鲁南博尔的旷野中正在展开一场战力悬殊的对决，一方是与维京海盗结盟的5个王国的联军，另一方是乌特雷德率领的萨克逊人军队。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决定着大不列颠的未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为大家带来影片《七王丧钟》。本剧是根据伯纳德·康威尔原著小说改编，也是剧集《孤国春秋》的完结篇。我们先来看看剧情。公元10世纪的大不列颠岛是一个列王纷争的时代，7个王国分而治之，互不相扰，各自为政。而来自北方海上的入侵和掠夺却从未停止过。被称为维京海盗的丹麦入侵者不断掠夺和屠杀着各国的海岸，致使这里成为萨克逊人和丹麦入侵者不断相互屠杀、争夺生存之地的纷乱战场。一群号称为狼战士的丹麦人从爱尔兰而来，一上岸就屠杀无辜，肆意掠夺。首领名为安拉夫，为人残暴狠毒，诡计多端。他雄心勃勃地酝酿着一个大阴谋，于是早早地就将女儿安排过来打探消息。此时正值萨克逊国王爱德华重病不起之时，他马上动身赶来，等待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，并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被班堡的晚餐桌上，女人神神秘秘地说自己不断重复的一个梦，那是关于7个国王将同时暴死的梦。7王丧钟。她的丈夫取笑她胡言乱语。正在喝酒的乌特雷德是被班堡的领主，他是一个被维京人养大的萨克逊人，拥有传奇色彩的诺桑比亚无冕之王。忽然王后驾到，她带来萨克逊国王爱德华驾崩的消息。2王子起兵谋反，使他不得不匆匆离开葬礼，带着儿子也就是3王子来到贝班堡寻求庇护。按照传统，国王的第1个儿子将得到王位继承权。太子艾索斯坦此时正在自己的封地沉浸于对宗教的虔诚信仰中，而这种异乎寻常的虔诚其实源于他的密友英格曼。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丹麦后裔，不知从何时起忽然深得太子的信赖，形影不离地在旁影响着太子艾索斯坦的一言一行，甚至连老国王驾崩后太子要不要回城都被他利用圣经之名操控着。2王子艾弗威尔在母族的支持下篡位，他企图在葬礼上抓住王后和弟弟作为人质的计划落空了，只能在麦尔西王国的埃尔斯伯里称王，开始招兵买马，并给同父异母的太子哥哥下了战书，然后在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，准备集全副武力与太子一争高下。支持太子的乌特雷德决定自己亲自出马，去阻止2王子称王。他安排儿子奥斯伯看家，然后自己带了2个亲信混入了埃尔斯伯里。满大街的佣兵和前来效忠的武士，甚至小偷强盗也混在其中，整个城市乌烟瘴气。乌特雷德得知此时太子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一场大战在所难免。乌特雷德并不想看到萨克逊人为了王位而内讧。经过大半生的战斗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统一大不列颠的王国，强大到足以抵御任何维京海盗的入侵，停止连年的战争。于是乌特雷德决定为太子做内应，预先拿到这座城的控制权。夜晚，他和2个手下把守大门的卫兵搞定，这样一来，城市最重要的控制权就在自己手上了。清晨时分，太子兵临城下，2王子质疑哥哥是私生子，宣布自己才应该拥有继承权。太子直接丢出那些埋伏在半路的士兵，要求弟弟开门投降，否则自己就会屠城。2人各不相让，直接开始骂街。这时乌特雷德向2王子表明身份，声称自己会打开城门，如果他投降还能保命。为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王位去死，真是不值得。2王子在看到乌特雷德时就心凉了半截儿，听完这席话，他的信心瞬间崩塌了，于是走下楼，沮丧地告诉追随者们自己不想送命，决定投降。然后他走出大门，扔下武器向哥哥投降。没想到太子大步向前，一刀杀死了弟弟。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乌特雷德大吃一惊，更意外的是，太子直接命令士兵屠城。一时间，埃尔斯伯里沦为地狱，整个城市被血洗。又急又怒的乌特雷德试图阻止太子，但无奈人群已经杀成一堆，他只能持剑跳入混乱中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却被突如其来的偷袭打翻，并被抢走了佩剑。
当他终于出入大殿，指责太子不应该杀死弟弟，并要求太子停止屠城。那些佣兵和臣民都是无辜的，滥杀无辜只会带来暴虐的名声和树敌无数。一席话让太子犹豫了，但英格曼在旁煽动，认为马上就可以获得全面胜利，这时候停止毫无意义。太子最后还是接受了乌特雷德的建议，英格曼对此非常不爽，马上提起乌特雷德曾许诺过要向萨克逊新王效忠的誓言，现在就交出自己的领地完成这个誓言。乌特雷德犹豫了，几年不见的太子一改往日的温良，出手狠绝，做事鲁莽的样子，还有这个突然冒出来与太子关系非同一般的英格曼，一切看起来那么不正常。于是他提出，现在太子还未登基，自己要等太子登基为王再宣誓效忠。太子同意了，乌特雷德随即带着亲信骑马离开，身后的英格曼开始在太子耳边婉转地质疑着乌特雷德的忠诚，暗示他根本不想履行诺言。太子杀死自己手足兄弟，夺得王位的事情很快传遍了七国。虽然引起了一些对太子残忍狠毒的声音，但只要不影响各国之间的和平条约，那就是萨克逊王国内部的事情。但另一个消息正在慢慢传开，丹麦狼战士安拉夫在秘密地约见各国国王，他似乎对萨克逊新王的表现甚为满意，对这些杀戮表现得喜闻乐见。乌特雷德回到了领地，皇后在知道太子杀死了二王子后，对自己的儿子的安危感到异常紧张。她决定不回到都城，希望留下寻求庇护。乌特雷德对这个想法表示赞成。大臣埃德汉则认为自己应该回到太子身边，新王需要他的辅佐。也许在登上王位后，这位年轻的新王能够重新认识到，王位上更需要的是仁慈和理智。太子艾索斯坦在教堂加冕为威塞克斯麦西亚东英格兰国王，但他发现乌特雷德并没有如期而至，甚至好友英格曼也没有来。失望之余，又带着怒气地来到书房找英格曼。英格曼正在津津有味地抱着圣经阅读，他听出新王的不快，起身草草地祝福荣登王位，接着就话锋一转，提起乌特雷德没来效忠，话里话外一通挑拨离间。然后他开始表达忠诚，并献上热吻和自己的身体。新王对自己的断袖之皮感到惶恐不安，这是违背基督教的，但英格曼趁机引导他，罪过可以用功绩来冲抵，最大的功绩莫过于传播宗教，增加信众。作为国王，这件事易如反掌，只要把基督教定为国教，制定法律让所有人信奉，就是可以冲抵一切罪恶的大功绩。这令国王感到如获新生。丢了佩剑又出师不利的乌特雷德感到异常憋屈，他没有参加新王的加冕，因为他无法确定这个手段残忍的新王是否值得自己宣誓效忠。属下兼好友给他带来了另一把剑，虽然不如他曾经的佩剑那么漂亮，但也勉强凑合可用。这时传来消息，称国王出兵占领了诺桑比亚的一块领地，并要求大不列颠所有的人要上供。这又把乌特雷德激怒了，他决定当面质问这个年轻的国王到底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，刚登上王位就胡作非为的作死。当他来到约克，一进城就看到被逼纳税的农民，乌特雷德上来就大声阻止，并要求大家散去。这时老朋友神父上来阻止他，国王纳税是为了修建教堂，而且要小心讲话，这里到处是国王的耳目。同时另一个王国的使臣也凑上来抱怨，自己代表国王来签署新的停战协议，不仅被晾在一边不予召见，还被各种嘲弄，然后愤愤地说国王们正在互相联盟。此时的新国王正在恶魔时安排卫兵拉倒一个一个代表异教的巨石，逼着信奉其他信仰的领主改信基督教，甚至抓走了领主的儿子以威胁。领主一脸无奈地告诉乌特雷德，大家都在说萨克逊人要建立自己的国家，就会屠戮和压迫其他种族。听得乌特雷德满腹郁闷，他怒气冲冲地就去求见国王。可还没进门，就看见国王正在搂着好友，一脸暧昧。乌特雷德进来，则要求单独和国王谈。国王开口要求乌特雷德宣誓效忠并交出领地。乌特雷德当场表示自己不会改变信仰，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强迫改变信仰，并警告这个少年不要被身边的谗言误导，要学会自己判断。谁知国王把这些全部理解为乌特雷德不想宣誓效忠，当场指责他就是想自己称王。
气得乌特雷德大声地否认着。于是国王要求他第二天必须宣誓效忠。当晚，埃德汉匆匆闯入了乌特雷德的帐篷，让他快点逃走。英格曼正在煽动人暗杀他，乌特雷德急忙上马往回赶。清晨，国王发现乌特雷德已经离开，愤怒地把埃德汉给杀了。英格曼带着人连夜赶到了乌特雷德的贝班城堡，想要占领它。没想到一进门就被提前赶到的乌特雷德抓住并关入了地牢。乌特雷德认为事已至此，不论自己当不当王，都必须要保护领地不被新王的暴政控制。于是安排人去见国王，以英格曼为要挟，要求签署停战协议，划定边界，并不准强迫任何人改变信仰。然而他没料到的是，被关入地牢的英格曼巧舌如簧，很快就策反了一个送食物的基督徒，要求他集结其他基督徒拯救自己。完全不知情的乌特雷德被自己的市民骗了出来，他们把他引到一个山洞里，声称那里发现了一箱宝藏，结果被等在那里的国王的士兵抓住，并且以他的性命为威胁，要求打开城门，同时送来了埃德汉的尸体。乌特雷德的儿子救父心切，他打开城门，释放了英格曼。英格曼心满意足地将三王子和乌特雷德的儿子带去自己掌管的兵营，乌特雷德则被带来见国王。新国王要求乌特雷德在城堡前宣誓效忠，否则就杀了他。乌特雷德毫不畏惧地拒绝了。新国王看着这个堪比父亲的男人，最终无法下手，改判流放。王后被送入修道院。Before this mercy vanishes. 至此，国王终于扫清了绊脚石，开始了自己的征战。他肆无忌惮地出兵苏格兰及周围几国，所到之处尸横遍野，逼捐强征，驱逐异教徒，烧毁村庄，一副向全世界宣战的架势，引得所有国王感到岌岌可危，并愤怒不已。此时，被流放在荒野的乌特雷德被丹麦狼战士的手下找到，他被带到正在狂欢的营地，营地里是来自各国的士兵。国王们正在商量着推翻暴虐无道的萨克逊新王，嘲笑着新王的断袖之癖。乌特雷德提出自己听到关于七王丧钟的预言，国王们不屑地表示自己死了还有儿子可以上，为了推翻暴政在所不惜。乌特雷德还是反对大规模战争会伤及无辜，各国也会元气大伤。于是苏格兰国王提出让乌特雷德去假意效忠，伺机杀死国王，用一个人的死避免战争带来的死亡。就这样，乌特雷德孤身来求见国王，表示自己愿意称臣来换取儿子的自由。国王满心欢喜地同意了，并顺便就撤回了对他的流放。说罢就等着乌特雷德宣誓效忠。乌特雷德最终还是不忍心下手，他告诉国王，英格曼是维京海盗派来的奸细，他接近太子就是为了引导他做出暴虐的事，以激起诸国的反抗，从而浑水摸鱼，夺取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。但是年轻的国王完全听不进去，他恼羞成怒地把乌特雷德赶了出来。乌特雷德在城外惊奇地碰到了属下，他们称有人通知他们来接他。乌特雷德顿感不妙，忙着赶回城堡。果然，整个城堡被洗劫一空，活着的人都被关入一个封死的山洞。他们回来的太晚了，当打开山洞时，所有的人都死了。乌特雷德马上担心起儿子和三王子的安危，他们所在的兵营是英格曼统领的地区，丹麦人和五国联军定会选择在此处开始进攻。乌特雷德匆匆集结人手赶往兵营。几天前，兵营开始了一场叛变，英格曼带领着效忠自己的士兵学习了兵营离开，三王子和乌特雷德的儿子机灵地躲藏了起来，逃过一劫。当乌特雷德赶到时，整个兵营已经尸横遍野。乌特雷德呼唤着儿子的名字，却碰到了一脸沮丧的新国王艾索斯坦。原来他发现英格曼不见踪迹，决定来兵营亲自问个清楚，没想到看到的却是尸横遍野，满目狼藉。得知英格曼带着自己的军队叛变了，他不得不面对这个血淋淋的事实。
那就是因为误见谗言而导致的众叛亲离，恶贯满盈的名声让他迎来5国联军的征讨。面对如此窘境，新王艾索斯坦决定独自面对亲手造成的烂摊子，让乌特雷德带着儿子和弟弟赶快离开，王位留给弟弟，自己独自迎战。乌特雷德在离开的路上还是于心不忍，最终决定要帮助艾索斯坦守住王位，于是他带着人折返回来。乌特雷德意想不到地找回了自己的佩剑。大战即将开始，在观察了地形后，他决定了战术，但是对方人数是己方的很多倍，想要获胜困难无比，不仅要默契配合，还考验着所有人的执行力和必死的决心。战争开始了，当他们列好阵，只见对方排山倒海的军队出现在眼前，黑漆漆的占满了山坡，喊声震天。刚才还在谈笑风生的众人瞬间就表情凝重了，这兵力的悬殊基本是以卵击石。乌特雷德淡定地安排儿子把准备好的袋子分发出去，士兵偷偷把袋子里的铁钉丢在阵前。这是公元937年，发生在英国的布鲁南博尔之战。年轻的国王艾索斯坦也带着所剩无几的士兵加入了战斗。很快列队结束，乌特雷德开始命令队伍慢慢地往后撤。对方显然觉得这是怯懦的表现，于是呐喊着开始进攻。最前一排随即就被地上的3角铁钉扎穿了脚掌，倒地不起。但这并不影响人多势众的5国联军，很快他们就冲到了盾墙边，双方抵着盾墙厮杀僵持着。乌特雷德带领大家保持队形往后撤。僵持之下，5国联军决定把攻击重点放在国王艾索斯坦身上，一众人想要突破盾墙捉拿新国王，队形开始混乱。就在此时，乌特雷德看到时机成熟，大喊进攻，瞬间埋伏在队伍后的弓箭手齐齐放箭，同时树林里的骑兵队伍拉着横木冲向敌人后方。一刹那，5国联军就腹背受敌，乱了阵脚。来自后方的骑兵对5国国王们和王子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，有的国王开始逃跑，有的开始撤退。战斗出现了转机，但厮杀中乌特雷德身负重伤，倒地不起。在这场战争中，5个国王都失去了继承人，巨大的损失让各国的战力一蹶不振。丹麦狼战士的阴谋彻底失败了。国王抓住了英格曼，他愤怒地杀死了自己以为的好友兼情人，结束了自己这场代价巨大的初恋。乌特雷德被悉心治疗，昏迷多日，终于醒来。对获得胜利欣慰不已，国王向他深深忏悔自己一意孤行闯的祸。乌特雷德则提出让自己宣誓效忠的条件，他要求国王承诺永不结婚，不可以有子嗣，在他死后由其弟弟继承王位。国王答应了，得到了乌特雷德的效忠。大不列颠从此被称为英格兰。做完这些，乌特雷德认为自己完成了使命。他看到英灵殿里已经逝去的父母亲人欢聚一堂。讲到这里，乌特雷德的故事就再无记载。国王艾索斯坦统治了15年，他被公认为中世纪英格兰第一位伟大的国王。丹麦人则不断攻击着英格兰，直到1066年被自己的诺曼后裔征服为止。乌特雷德的贝班堡耸立至今，就是现今的诺森伯兰郡班伯城堡。好的，本局剧情就介绍到这里。喜欢本剧的小伙伴多半是看过《孤国春秋》剧集的。本剧是《孤国春秋》的完结篇，虽然故事讲得非常仓促，显得有些过分紧凑，但挡不住乌特雷德的扮演者亚历山大·德雷蒙帅得一塌糊涂的颜值和气质。最后要谢谢贝班堡的乌特雷德，
伴随了剧迷们8年的追剧时光，也以本剧为英国历史上这个似有似无的孤胆英雄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我们会抽时间把《孤国春秋》简略讲一遍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